また失礼します。一緒に入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凉风有幸，秋月无边。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你的仙女友九九呀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次我没有咕咕咕。7月新番已经陆陆续续的开播了，这个季度的新番有重铸纯爱荣光的。君がいないと不安なことばかり考えてしまう。過去の自分、未来の自分。有不被打拳就算成功的。こっそり浮気なんてしないと思われるように、より一層愛すよ。还有放弃思考就完了。总之就是突出一个龙蛇混杂，也不知道你们都追了哪些呢？但相比较一些备受期待、各种狂奶的原创新作，我还是更重于一些由原作打底的改编，或者本身就以欢乐为基调的傻屌作品。毕竟《奇蛋物语》的棺材板刚钉死不是？所以今天就简单来看看7月有哪些有意思的作品吧。7月新番中有一部乍一看很欢乐，但点进去一看却各种破防的《阴晴不定大哥》。哇，这番看的我真的就感觉一把刀在我心上扎来扎去。24分钟一集的番，却让我感觉过去了1个多小时。这部番的主人公是一位幼教节目的主持人，简而言之就是绿泡泡。众所周知，教育小孩很辛苦，教育一群小孩就是成好几倍的辛苦。而如果这还是工作，那就是苦上加苦。所以在辛苦和尽职的双重压力下，主人公的表情时不时的就绷不住了。在营业微笑和死马脸之间反复切换，说的话那也是突出一个丧。孩子们的心情应该就是我听不懂，但我大受震撼。可大人们听了就直接破防了呀。要是换做我，工作累赚得少，还得对人假笑，心态丧还没对象，同龄人甚至比我小2岁的人娃都能打酱油了，换我也郁闷。对不起，做不到。你要我一直笑吗？对不起，我也做不到。所以如果你是已经离开校园被职场折磨了好几年的社畜，那我强烈推荐你追一下这部番，绝对会有共鸣的。然后是侦探一次，抛去女主，应该算女主吧。如果说一个人长得像折纸，身手像折纸，主动出击这方面也像折纸，那就把他当折纸吧。简而言之，人设很像，一大集下来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嫉妒老婆。但是注意，首先这部番的名字虽然带着侦探，不过不要期待什么很有深度的推理剧情，毕竟深度已经跟片名的最后2个字一起死了。女主叫歇斯塔，谐音歇斯塔。男主姓君种，意思是你的坟。这俩人绝配呀！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这番第3集会混进去一些晦气的东西，届时请务必小心再小心，别把自己恶心到了。或者可以期待一下叔叔把相关的镜头剪了。再然后，死神少爷与黑女仆，本季度纯爱之光。讲真啊，有的时候连着几个季度都很难有这种能让观众吃狗粮噎住的番，而既然出了，那就不能错过，怎么着也得看一看吧。男主是个贵族少爷，小时候被魔女下了诅咒，只要碰到生物就能夺走其生命。这要是放到现实里，这孩子怕是行走的空气净化机，直接被美国、印度、日本哪儿的帮走了。不过我还是好奇，他的身体里到底有没有益生菌？总之，男主就是远离了亲友，一个人住在森林里，准备孤独终老。好多年之后，一个女仆，也就是本作女主爱丽丝就出来了。讲真，男主这疯帽子一样的造型，再加上女主这名字，让人很难不联想到别处呀。而女主是一个车技迅猛的女司机，每天干的就是玩弄男主。不过不是隔壁谢偶像和汤姆的那种玩弄，写作玩弄，独作调情。而结合被男主碰到就会没命的设定来看，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拿命谈恋爱。案头小分队惨遭失业，而重要的是这部番就是让你看男女主谈恋爱的，不用担心突然整出什么黑身材的烂货，也不用担心和一些其他 BJ 向作品一样被百合臀跳脸，因为除了男女主之外，其他的角色也有自己的 CP， 所以安安心心吃糖就完事儿了。再然后，现实主义勇者的王国再见记，又名老丈人甩过之后开始模拟军营。本来这部番开播前，我刚看到简介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，又是异世界，又当勇者去打魔王，算了，跳过吧。但当我看到漫画版的女主他妈之后，我就知道这番我追定了。
而当动画开播之后，我直接大呼上当，男主穿越之后和老国王谈了2天，结果国王直接让位，这国王你来当，我的闺女你来娶，我跟我老婆享福。我看到这个情节之后，就感觉现在让我去做手术的话，连麻药都不用打了。但是我仔细想一想，男主要大搞建设，而众所周知，当你要干点什么大事的时候，总要有人来唱反调。而国王如果允许了男主的行为，那不满就会转移到国王身上。如果火烧的再大点，那就会变成18世纪的法国。再加上国王自己也没啥本事，到时候他估计就是挨到了。那还不如直接把男主推出来呢，成了这个老丈人还能继续过自己舒坦日子。毁了男主卒，自己再上位，你可能赚了，但我绝对不亏。这波国王在第2层啊。最后是我们的重置人生。主角失业之后回家，发现当年录取了自己但自己没去的美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而偏偏眼下一部热门新游戏的3位大牛主创都出自这所学校。古有我的奋斗，今有我的后悔，结果他就穿越了。お兄ちゃん回到了10年前，于是他就想改变了。所以我觉得比起开播前大家说的 remake， 不如更像是 save 了一个存档，重开了，但是没有彻底重开。而且讲真，这个男主还是比较纯粹的，回到过去之后是追逐梦想的。换作是我回到10年前，怕是早就去买彩票了。记住了也中不了啊，那没事儿，还是囤点比特币吧。不过除了给我一把 M1911之外，应该也没有让我重置人生的方法。不负责任的奶一下，这部番或许会成为本季度的慢热担当。如果不是为了图一乐，而是真的想看点剧情，想找点有内容的东西，那我推荐追一下这部番。总而言之，今年7月的番剧里头，那种开始就充满噱头的不多，或许有很多估计到完结都掀不起什么话题。不过也总比没播几集就破圈，然后直接塔开再把 UP 主直接送去阴间要强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请务必记得3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爱你们。